科技象征着光明未来，却在一群疯子的手中成为了奴役世界的黑暗之力。贝加庞克、凯撒·库朗、伊哉·奎因、文斯莫克、加治，这些看似阵营对立的角色，却做着同一种生意。大家好，我是周二笨。今天我们要聊的可能是海贼王最暗黑的一面——特殊科技组织 MES。MES 一词首次出现于漫画1017话。奎因在与山治的交战中透露自己与山治父亲文斯莫克加治的渊源，他们原本都属于一个名为 MES 的组织。算上贝加庞克和凯撒·库朗，尾田总算在海贼王连载1000话之际，将这个影响力遍及大海的隐藏线索串联起来。当我们把这些故事合起来，它的史诗感丝毫不逊色于任何海贼团。让我们把时间线拨回到300年前，彼时北海盘踞着一股强大势力，崇尚战斗科技，并以此武装军队的文斯莫克家族。他们凭借强大的武力，统一了战乱频繁的北海全境，建立起杰尔玛帝国。杰尔玛是德国名称的缩写，它的含义参考下历史不言而喻。这是一个以武力立国的势力，然而和平来之不易且相当短暂，仅仅维持了66天，文斯莫克家族就被北海诸国组成的联军彻底赶出了北海。从此以后，文斯莫克一族只剩下了复仇，肩负起了重建杰尔玛的沉重使命。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愤怒与仇恨逐渐扭曲了他们的思想，开始为了实现目的而不择手段，不惜践踏一切人世间的道德与法律。为了追求科学力量的进步，哪怕用自己的骨肉进行实验也在所不惜。他们实在太渴望力量了，因为这是实现梦想的唯一通途。56年前，文斯莫克加治出生，年轻时的加治就展现出过人的科学天赋。他与来自未来国巴尔基摩亚的贝加庞克组成了科学团队 MES。组织成员包括凯撒·库朗、奎因等人。与一般的科学家不同，这些家伙都崇尚着暴力，致力于研发各种先进武器，来实现各自的目的。Mad 意为疯狂，加上代表复数的 S， 仿佛在暗示着这是一群疯子。从他们后来的所作所为来看，也确实没有辜负这个称号。MES 用科学的眼光丈量着这片大海，惊叹于这个世界丰富的种族与多样性。能够在水中自由活动的鱼人族，身体无比强大的巨人族，四肢灵巧异常的长手族和长腿族，以及吃下了恶魔果实拥有超凡之力的能力者们，这些异类身上的优势都是研发兵器的绝佳素材。在天才科学家贝加庞克的带领下，他们终于发现了至关重要的血统因子理论。这一发现的高度几乎触及神之领域，相当于发现了生命设计图。如此重大的成果很快就被世界政府盯上，他们以危害世界为由逮捕了贝加庞克以及 MES 团队，实际上却是想要收买这个团队，利用他们的研究开发出更强大的兵器。MES 就此解散。加治为了复国大业，逃脱了政府的控制。奎因出海成为了海贼，后来加入凯多麾下，成为百兽海贼团的早期干部。而贝加庞克和凯撒·库朗则成为了海军科学部队的一员，来到了庞克哈萨德。虽然团队不复存在，但他们依旧疯狂。基于血统因子理论，这4个人开始了4种不同的研究方向。第一种研究方向是加治的杰尔玛改造人技术。离开 MES 后，他重新组建研究团队，先是收集优秀士兵的血统因子，然后加以改良编辑，有点像现在的基因工程，将加治心中最完美的战士设计出来，最后用特殊的培养器皿批量制造战斗部队，只需5年就能生产出一名20岁的成年士兵。这些战士将绝对服从杰尔玛的指令刻在了基因之中，是不折不扣的战斗兵器。技术成熟之后，加治将研究成果的精华应用于他即将出生的孩子身上，使他们从诞生开始就是超越普通人类的存在。他们有着坚硬的外骨骼和惊人的运动能力，无论是力量还是敏捷都堪称怪物。唯一看起来不合常理的是，他们没有了情感。加治美其名曰不会被纷繁的世间所困惑，是家族的最高杰作。凭借这几个冷酷的儿子以及那支强大的军队，文斯莫克家族再次强盛起来。杰尔玛66成为威震大海的邪恶军团，甚至重新杀回北海，一口气击败北海4名国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事件4国斩。世界经济报以杰尔玛军团为模板，编出了大海战士与杰尔玛66的连环画，在北海家喻户晓。但今非昔比，想要完全征服北海，加治还需要更多的力量，最终掉入了比格曼的联姻陷阱。血统因子的第2种研究方向是贝加庞克的恶魔果实武器技术。老贝是海贼王中最神秘的人物之一，虽然还没有正式登场，却改变了无数人物的命运。他被誉为拥有超越人类500年智慧的天才，理论上他的发明要比其他 MES 成员更加高明，但他其实比任何人都爱好和平。早年在故乡巴尔基摩亚时，他的发明以改善人们生活为主，例如将动物进行半机械化改造，使他们有更强大的运动能力，甚至装备有各式热兵器，帮助人们战胜恶劣的环境。为了抵御严寒气候，贝加庞克又建造了大型暖气炉，虽然后来因为资金不足而被迫停止。最后在离开巴尔基摩亚前，他留下了2座大型实验室，一座是有助于人们生活的超先进文化类发明，另一座则是充满了各种危险的武器发明。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在研究恶魔果实的秘密了。贝加庞克擅长机械改造与发明，
发现血统因子理论后，他终于能将这两项绝技合二为一。先是解开了恶魔果实能力的传达条件，从而使物体能拥有恶魔果实能力。典型代表就是斯潘达姆手中的相剑。若干年后，某次凯多被海军捕获时，贝加庞克提取了他的血统因子，并以此开发出了第一颗人造恶魔果实。这个果实后来被桃之助吃下，也许是觉得这项技术过于危险，容易被他人用于非和平途径。贝加庞克向世界政府宣称，它是一个失败作。但他在庞克哈萨德还是制造了几条人造生物飞龙作为宠物。后来，贝加庞克与猿王下七武海巴索罗米熊合作，开始制造强大的和平主义者。这些机器人拥有与熊一致的外观，躯体如钢铁般坚硬，嘴巴和双手集成了与珊珊果实相似的镭射激光。最后，他们还拥有一个大脑，能够扫描分析对手。和平主义者从诞生起就具备歼灭闪金过亿海贼的实力，但更可怕的是，海军将它进行了量产，组建了强大的科学部队 SSG， 填补七武海被废除后的真空。甚至打算以此改变大海贼时代的实力天平。巴索罗米熊成为第一个和平主义者，代号 PS0。确切说，目前他是一名失去自我意识的改造人。熊在被完全改造前，曾与贝加庞克约定，下达一个保护草帽一伙30号的指令。从立场而言，贝加庞克不应该答应这种请求，但他还是做了。也许当年 Max 被政府强行收编，老贝也有各种不情愿，但他不希望自己的技术被任何人利用，只是希望能够带来真正的和平。这种理念有点像爱因斯坦与曼哈顿计划。考虑到熊的真实身份是革命军干部，也许贝加庞克对和平主义者也留有后手。血统因子的第三种研究方向是凯撒库朗的人类巨大化和毒气技术。Max 解散后，贝加庞克和凯撒库朗被海军带到了庞克哈萨德，这是一座精心挑选过的岛屿，因为它几百年来就是世界政府进行巨人化实验的场地。政府一直渴望着能够批量制造巨人士兵，拥有这股力量就能所向披靡。乔巴等人就曾经在庞克哈萨德的实验室中看到了大批被冻住的巨人族囚犯尸体。凯多麾下强大的蛮霸者军团也是来自庞克哈萨德的古代巨人族实验失败品，种种证据都指向世界政府邪恶的巨人化实验，但他们几百年来的努力却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进展。直到血统因子理论的出现，海军将希望全部寄托在贝加庞克身上，但很可惜，贝加庞克也没有魔法，不可能一下子把人变成巨人。正好在此时，凯撒因为沉迷于研究各种危险武器，已经危及平民的安全，被贝加庞克制止。凯撒一气之下，强行引爆研发中的杀戮毒气弹，直接将2座实验室炸成废墟。庞克哈萨德从此成为毒气弥漫、寸草不生的废土禁区。凯撒被捕，但随后又从监狱船逃脱。1年后回到了庞克哈萨德，通过自己瓦斯果实的能力，将岛上的毒气收集起来，然后把幸存的犯人收为手下，利用贝加庞克遗留下来的实验室，开始了新的买卖。这一次，他的交易对象是比他更加疯狂的四皇大妈和凯多。前者一直渴望得到巨人族的力量，后者则是希望打造一支动物系能力者军团。偏执的凯撒一直想要证明自己比贝加庞克更强，于是重启后的巨人化实验更加激进。他汲取前人的教训，不再使用囚犯作为实验对象，而是从周围海域绑架了一批儿童，谎称要为他们治病，然后喂食一种像糖果一般的剧毒兴奋剂，来刺激他们的身体发育。这才有了我们在庞克哈萨德的饼干屋中看到的那些巨型儿童。然而凯撒还是没有成功。实际上，这些儿童身上的巨人化实验都失败了。如果不加以阻止，他们将在5年后死去。凯撒将大妈给的赞助全部挥霍完，结果还是一筹莫展。好在他还有人造恶魔果实。在贝加庞克开发出第一颗人造恶魔果实之后，凯撒基于血统因子理论，成功制造出能够生成人造恶魔果实的原料 SAD。这些原料经由德雷斯罗萨的小人族种植后，有小概率能够结出名为斯玛亚的果实。普通人吃下后，有10%的概率能够获得动物之力，而没有获得能力的人就会失去悲伤、愤怒等情绪，变成只会傻笑。血统因子的第4种研究方向是奎因的瘟疫武器。原本以为他是百兽海贼团的搞笑担当，却没想到狠起来比金和杰克都要可怕。奎因是一个改造人，全身多处部位都完成了机械化改造。他的镭射激光技术与贝加庞克的和平主义者十分相似，同为 Max 成员，互相参考也是有可能的。不过，让他获得一灾称号的还是因为恐怖的病毒武器。他的代表作有怪病木乃伊和冰鬼，可以通过子弹射击传播给对手。怪病木乃伊能够引起高烧和持续出血，不久之后，受害者将会变得枯萎和脱水，并遭受持久的痛苦。高温会从被击中的地方逐渐扩散至全身，喷涌而出的血液会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被称为仅靠触碰就能打败敌人的人肉兵器。另一种冰鬼病毒则更加诡异，恐怖的寒冷将会覆盖受害者的皮肤，同时加剧消耗他们的生命力，暂时性的力量暴涨，意识却快速丧失。很快，他们就会变成野蛮残忍的魔鬼，无差别的攻击周围生物。其他人只要被接触到就会感染，恐怖的冰鬼很快就能将整支军队吞噬。而在1小时后，所有感染了病毒的人都会因为耗尽生命力而死。虽然并没有指明奎因是如何利用血统因子理论进行武器研发，
但这种能够利用人体改造生命体机能的技术，显然也是来自生命设计图。血统因子理论就在这几位科学家的不懈努力下发扬光大。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Max 中成员有许多细节都与朋克有关，例如贝加朋克的名字 Vegapunk， 岛屿朋克哈萨德的名字 Punk Hazard 是朋克与禁区的组合。再比如奎因的演唱会也是朋克摇滚的一种，歌词中也经常提到 Punk。朋克除了是一种摇滚乐外，也延伸出了一种朋克文化，象征着自信、叛逆、疯狂与个人主义，与 Max 实在是太契合了。而他们的研究也总是与情绪影响有关，无论是加治对自己儿子的改造，还是人造恶魔果实 Smile， 似乎想要获得更强大的力量，就必须赌上自己的情感。笑在海贼王这部作品中是一个特别的存在，能够改变世界的预言之子名为乔伊波伊。罗杰海贼团到达拉夫德鲁后，无一例外的都开始大笑，被誉为神之天敌的第一只一族，旋转一下也是一张笑脸。传说中的太阳神尼卡擅长给人们带去欢笑，而主角路飞标志性的笑容更是无处不在，走到哪宴会就开到哪，欢笑让人乐观积极，团结向上，就像太阳照耀世间，驱散黑暗，开启黎明。一个笑容对于海贼王世界到底意味着什么？难道说霸气、恶魔果实之力以及这世上存在的强大力量，其本质都来源于同一处？Max 揭开了世界终极奥秘的一角，但更多真相也许只能到拉夫德鲁才能揭晓了。这群疯子毫无疑问改变了世界，而且至今他们的影响还在持续。贝加朋克及其 SSG 部队蠢蠢欲动，凯撒库朗帮助乔巴改良了蓝波球，他的杀戮瓦斯成为杰克毁灭佐乌的帮凶，但他本人却回收了毒气瓦斯，成为了拯救毛皮族的恩人之一。加治以及杰尔玛军团在蛋糕岛大战后去向不明，但山治还是得到了隐形黑战斗服，成为战力提升的新方向。奎因的改造人身体装备了连续发射激光的技术，同样是来自贝加朋克的发明。弗兰奇目前还只能用双手蓄力的方式发射激光，也许在鬼岛大战后，弗兰奇也能从奎因身上获得一些启发。总而言之，所有反派最后都是在给主角团送装备，而世界政府以及那个邪恶的巨人化实验，其背后的隐情也许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惊人。下一次我们再来细数天龙人与世界政府为了镇压这个世界所留下的种种杰作。我是朱尔本，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对 Max 的看法哦，我们下期见。